比一个价位高一点的 LV 的价钱都要便宜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马。这期视频呢，为大家介绍适合通勤的爱马仕包。其实很多人呢都会有疑问，有人会拿爱马仕包去通勤吗？那么贵的包通勤用，会不会有点心疼啊？其实选通勤包的时候，除了根据我们自身随身携带的物品多少来选择包以外，对包的皮质和颜色的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今天呢，我就为大家介绍我自己用过的几款爱马仕通勤包，以及为大家分享我选择通勤包的一点小心得。感兴趣的话，我们就一起看下去吧。好的，那就从我经常用的 Birkin 开始说起。因为我平时呢是很少带电脑的，所以我经常用的 Birkin 呢就是这两只金金和松柏绿的金扣的这两只25厘米的小可爱。首先呢 ，Birkin 的性价比在爱马仕中就不是很便宜的那种包款。如果用来通勤的 Birkin 呢，我会选择比较耐磨的这种皮质。那我选择的呢，这两只呢都是 Togo 皮的。其实呢 ，Epsom 皮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但是 Togo 皮呢，怎么讲，它纹路呢看上去会更大一些，比 Epsom 皮呢感觉手感是比较柔软的，整体呢更加有质感。温和一些，我个人的话呢，更加偏爱 Togo 皮，但是，任何皮质都不是无坚不摧的哈。我平时用包呢比较粗糙，看看我边的这个磨损程度，这个金色的可能比较明显一点啊，已经是磨的，就是很明显的了，这个金色。另外在颜色的选择上呢，我也选择是尽量比较百搭的颜色，不要过于浅的那种颜色，因为穿牛仔裤呀比较深色的衣服的话，摩擦呢就会染上颜色，是很难去掉的。尤其是铂金包嘛，它会因为价钱比较贵，会比较心疼，所以浅颜色的 Birkin 我是不太推荐用来通勤的。那么我的这两只呢，一个是金棕色的，一个是松柏绿色的，两只呢恰巧都是金扣。这个纯属巧合啊，银扣我也是蛮喜欢。金棕色的话呢，它一年四季都比较的百搭，有时候匆匆忙忙出门的时候，不知道拿什么包好的时候，就会随手拿上它，选择这只肯定是没有错的。那松柏绿的这一只呢，是比较沉稳，加上金扣呢，它就是比较有质感，看上去要比黑色纯黑色呢看上去活泼一些。我一般秋冬通勤的时候都会拿这一只。容量的话呢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先放这个笔记本，然后我平时用的这个长钱包，然后手机、零钱包，然后名片夹。然后平时会随手带一两个口红、护手霜，然后还有这个折叠伞，小小的25厘米的，这样放的话，其实是已经很满满的状态。因为我的笔记本和钱包是比较有重量级的。然后如果上边就是平时放一个这种随手的小外套，就是反正已经是要溢出来的这种感觉了。不推荐放外套。再补充一句，如果想放电脑和 A4 文件的话，可以考虑30厘米的尺寸，勉勉强强可以放下13寸的那个苹果的电脑。但是我个人不是很推荐拿 Birkin 去装电脑，因为稍微有一点费包。当然，如果你不心疼，这都不是事儿。接下来呢，就是我常用的 Kelly 的通勤包，就是它。因为我平时通勤带的东西还是算蛮多的，所以我选择的尺寸呢是这只的内缝的32厘米的 Kelly。内缝的包呢，就是看上去整体的感觉，这个四角是比较圆润的，可能是我个人的心理作用哈。因为外缝的那个角是凸出来的嘛，比较容易磨伤的，所以我选择内缝的包 Kelly 去通勤。我把东西装到这个包里给大家看一下哈，看一下它的容量。首先呢，也是装这个笔记本，然后是我的大炸弹钱包，然后是零钱包，然后两个口红不太占地方，手机和名片夹，借来的遮阳伞，哦，有点重。如果上边的话再放一个小衫儿什么的，也是勉强就是能够系上扣子的，是这种状态。
这个包的材质叫做 Amazonia， 是爱马仕1998年推出的独特的材质，它是在帆布的基础上用植物、橡胶皮、树枝加工而成的。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耐脏、防水。像平时我上班的话呢，都会早上会喝一杯黑咖啡，然后如果不小心洒上的话呢，就轻微的拿纸巾擦一下，就很快就会掉了，不会有任何的影响。这也是我选择拿这个包通勤的最主要的原因。但是呢，这个皮质呢也是有缺点的，因为呢是橡胶树枝加工的，随着使用的时间呢会变色，甚至说有裂痕。我的这一支呢已经是有一些使用感的了，就上边的划痕还是蛮明显的，稍微的有一些细小的这种划伤啊和指甲印。不过呢，这种皮质本身就给人一种很复古的这种感觉嘛，所以即使上面有划痕，我也并不在意，搭衣服是还是蛮好搭的。现在Amazonia 的这个皮质呢，在专柜已经没有再推出新的了，是一个绝版的皮质。不过在二手市场上，还是运气好的话，还是可以淘得到的。那它的颜色呢，是这个自然色和棕色的一个拼接，放在那里呢，觉得这个包是怎么讲，又旧又古板。单看呢，其实并不是很好看，但是它的特点就是非常的好搭衣服。我觉得不管穿什么风格的衣服，上手这么一拎就特别的有气质。哎呀，有点重，跟我今天的这身儿是不是也还蛮搭的？那说完了爱马仕的人气包款 Birkin 和 Katie， 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、适合通勤的爱马仕包。那么第一个呢，就是花园包。噔噔噔，大家都知道花园包有几个尺寸，我个人推荐通勤的花园包就是这个30厘米的小尺寸。我之所以推荐这个小尺寸作为通勤包，是因为花园包虽然容量特别的优秀，但是越大的尺寸，它的自重呢就会越重。比如36的尺寸呢，虽然可以放进15寸的电脑和 A4 的文件进去，但是包本身的自重呢就在那里，再放一些比较重的东西进去，通勤的话呢就会负担特别的重。而且我个人呢是比较喜欢硬挺的包通勤，太大的花园包如果东西不装满的情况下，就会感觉软塌塌的。我自己呢是很少拿电脑通勤的。所以我个人的话更倾向于这个30厘米的尺寸。这是一支呢 Epson 皮的，它是比较耐磨的，拎在手上就是特别的轻。给大家看一下里边的这个容量啊，放一个笔记本。当然我平时用的时候会把这两边的这个扣子会打开啊，然后我的钱包，然后口红、护手霜、零钱包，然后折叠伞。它的这个高度就是可以这样直接竖着把它插进去就 OK 了。然后名片夹，然后最重要的手机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里边的这个容量，其实还是蛮能装的。然后其实外面呢可以再加一件衣服在里面，上面还是有一点空余的。而且这样就是往外拿东西呀什么的时候也是比较方便的。这个颜色呢是风衣灰的颜色，一个很百搭、非常低调的颜色。如果平时用的时候呢，这个扶手的地方呢，可以给它绑一条自己喜欢颜色的这个小丝巾，这样缠上，这样爱马仕的那种高级感，有一点俏皮感没有？那花园包30厘米的尺寸呢，专柜的价位大概是40-50万日币左右，在爱马仕包当中呢，算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一款了。只是小尺寸的人气的颜色呢，不是那么特别容易的在专柜可以拿到，还是需要一点点小运气的。接下来呢就是Bollido啦，Bollido我感觉呢其实不用多说了，它的设计非常的简约，这个半圆形的设计，并且有拉链，然后也有肩带儿。可以手提呢，然后也可以这样肩背，然后容量是非常大的，使用上也非常的方便。那么我推荐通勤Bollido的这个尺寸呢是31厘米的Bollido，还给大家看一下里边的内容量啊。然后首先呢会带一个笔记本，然后钱包、名片夹和零钱包，然后口红、护手霜、遮阳伞。感觉还没有想象的那么多装，但是平时用的东西是完全可以装在里面的。还是有一点点的空余的空间。小的外套我觉得折叠一下应该是可以塞进去的，可以的 ，OK 的，勉强的这样塞一下也是可以塞进去的。有点吃撑了的感觉，意外的可能还没有想象的装的那么多。
因为可能是形状的原因吧，我觉得。Bolito不看实物的话，光看图片，其实会有一个视觉上的错觉。其实大家镜头上看的要比实物呢，感觉更大一些。如果对容量有特别要求的人，选择 Bolito 的时候，最好是看过实物，再选择买或者不买。皮质的话呢，我的这一支是TC 皮的，虽然整体呢就是手感摸上去软软的，但是相对呢还是比较耐磨的皮质。如果你想要比较硬挺的感觉的话呢，可以选择 Epsom 皮或者是绝版的阿登皮，都非常适合通勤。Box 皮的 Bolito 呢也是比较硬挺好看的，就是 Box 皮有一点不好，它比较娇贵，很容易留划痕，通勤使用的话就不是非常的推荐了。我的这一支的颜色呢是牛仔蓝色，很适合夏天的时候通勤使用。再配上今天我穿的可能有点不搭，如果上面配一个纯白色的那种 T 恤啊，或者是衬衫啊，然后外边搭一个单色的西装，然后整体拿这个还是感觉非常清爽，非常好看的。普皮的31厘米的 Bolito 专柜的价位呢，大概是100万日币多一点，有一点点的小贵，但是这个包呢实用性是非常好的。如果你想选择一款长期自用、质感和实用性都非常高的通勤的包，我是比较推荐这个圆圆滚滚的这个 Bolito 的。但是如果你想过一段时间，比如说用几次再转卖的情况下， Bolito 的保值度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高，想要靠它赚钱就不太推荐了。最后我推荐的是爱马仕的比较冷门的一个款式，就是这个 Plume。我的这支 Plume 呢是28厘米，材质呢是帆布拼皮。Plume 的这种方方正正的形状呢，比较适合通勤，放东西呢会感觉比较的工整。容量的话呢，我这些随身携带的物品呢，也是基本上都可以装进去的，特别的实用。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内容量空间：笔记本、钱包、护手霜、2个口红、零钱夹和名片夹，给大家看一下，遮阳伞，然后把衣服叠一下还是可以塞进去的，而且还能拉上。OK。完美。我最喜欢的呢还是这个手柄的这个地方，它这里是比较细长的一个设计，来跟我这个 Birkin 的手柄做一下对比。Birkin 25厘米的手柄的这个空间呢是比较窄的，然后 Plume 手柄的空间呢是这样非常的充足的。手提如果累的情况下呢，可以挎到手臂上，然后其实肩背的情况下呢，也是勉勉强强可以的。然后我的这一支呢是马赛克图案的一个设计，是帆布拼皮的，稍微有一点点偏休闲的这种感觉。如果不喜欢这种有图案的设计，可以考虑全皮的 Epsom 皮或者是鸡皮的，非常的有质感。这款包呢比较低调，可能对爱马仕不是很熟悉的人呢，觉得这个包的设计太普通了。其实 Plume 是已经有50多年历史的经典爱马仕之一，它诞生于1967年。Plume 法语的意思是羽毛的意思，这也是这个包用肉眼看不到的特点，轻如羽毛。那我的这款呢，帆布拼皮比全皮的呢会更加的轻，最主要的呢还是性价比非常非常的好。普皮的话呢，专柜基本上是不用配货的，二手的价格呢就非常非常的便宜了，可能运气好的话10多万、20多万日币就可以淘到一个，比一个价位高一点的 LV 的价钱都要便宜。如果你想要一个有质感、性价比又高的爱马仕通勤包，真的可以考虑一下这个 Plume。Lindy 和菜篮子呢，我个人觉得都是非常好用的爱马仕的包。Lindy 它张弛有度，之前的视频里有讲过，它背法有很多种。菜篮子的容量呢也非常大，性价比非常的好。但是上班的话呢，我个人偏向于喜欢立正一些的那种包型。Lindy 和菜篮子对于我来讲，通勤用的话呢，可能有点太过休闲了，我觉得更适合平时使用。稀有皮的包，我平时用的其实还蛮少的，但是一定要选的话呢，我个人是比较推荐鸵鸟皮的。鸵鸟皮自重比较轻，而且跟鳄鱼皮和蜥蜴皮相比，耐磨性也比较好，还有一定的防水的效果。虽然我不是很推荐，但是我自己偶尔会根据当天的穿搭和心情，有的时候会拿稀有皮来上班。不过一定不是每天都用的哈，因为毕竟弄脏了还是有一点心疼的。好的，那么总结下来，适合通勤的爱马仕包款，我自己比较推荐的呢
呢就是这几款。皮质呢，如果你考虑自重的话，帆布拼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如果你比较介意磨损的情况下，可以考虑 Togo 皮、Epson 皮或者是 TC 皮。颜色的话呢，防止染色和污垢，我个人比较推荐，相对来说深一点的色系。说了这么多，即使再耐用的包也经不住长时间的使用。爱马仕的通勤包还是建议跟其他包轮流换着背，这样包的磨损就会降到最低啦。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如果有不同意见，欢迎留言区告诉我，记得点击订阅，我们下期见。